走出妇科的门，我茫然道：子宫萎缩，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是哪个畜生给我下了1年剂量的绝育药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崩溃地喃喃自语：不会是公婆。因为虽然公婆待我有点苛刻，但我和志远结婚5年，他们就催着要大孙子，就催了5年。在我上个月过完29岁生日后，公婆直接搬进了我们的小家，每天看着我喝中药，还查验孕棒。难道是老公？这时，一条短信突然跳了出来，是信用卡副卡来了短信通知，刷了2万块，扣款方式南京路的一家 LV。副卡里存着我和老公每个月各自打进去的5000块，卡一直放在老公那里，他几乎都没有用过。这件事让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。晚上，志远回来了，一手捧着红玫瑰，一手提了个小袋子。照例给了我一个回家吻后，他拆开小袋子，拿出一条丝巾，在我脖子上比划：老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，你连我准备的惊喜都知道啊。我愣住了，只有丝巾吗？他没注意到我的失态，无奈地说着：我最近炒币亏了不少钱，没能给你买更好的礼物，对不起呀，老婆。我敷衍了他几句，心里不太高兴。大概是女人的第6感直觉作祟，我怀疑老公出轨了。下一刻，我断定这不可能。凡是见过赵志远的亲朋好友都说，他是全天下最不可能出轨的老公，是24孝模范好男人。我们是相亲认识的，他长得很老实，是农村人考进城里，毕业后通过人才落户政策留在市区里的，为人上进。我对他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，但感情多少还是有的。不想为此捕风捉影，在心底留下什么疙瘩，我偷偷地拿过茶几上老公的手机，输入我的生日，密码错误。这时，老公的手机屏幕亮了下，一条信息跳了出来：这包真好看啊，我很喜欢，改天请你吃饭哦。心里咯噔一下，我从沙发上弹跳了起来。想了很久，我去换了套维密的内衣，打开浴室的门，学着电影里的经典桥段翘着手指，朝他撩拨的笑：老公，明天你刚好休假，我们来开心一下呀。他看了眼我的衣服，兴致缺缺地说：老婆，我好累，想多休息一下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心里瞬间凉透了，身上也冷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他出轨了，那么是他给我下了药吗？这晚我失眠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起床出门，直奔离婚事务所去了。老板是发小，不仅给打离婚官司，还提供证据收集业务，除小三业务。坐在他对面，我给他看了老公最近的各种异常证据。志远10有8九出轨了，你帮我查下小三是谁，再调一下他的账上的流水，帮我搜集证据。发小白了我一眼，吐槽：精准扶贫可没几个有好下场的，但凡你多看看新闻频道也知道了。看他的表情，似乎早就预料到了。我很震惊，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？他耸了耸肩，翻开了一个文件夹，指着一张照片上的女孩说：你自己看，这样的照片还有很多张。女孩捧着孕肚，依偎着赵志远，笑得一脸青春明媚。赵志远真的背叛了我们的小家庭。哪怕做足了心理准备，这一刻我还是崩溃的大哭大叫，死死盯着照片上的女孩，我的眼睛热得要给照片啄出一个洞。我不敢信她就是小三，怎么会是她？我苦涩道。女孩叫白淼淼，是川省山区里走出来的尖子生。2年前，她考上了985，
可惜家里把高中奖励他的奖学金都拿去凑钱给他弟弟买了房，害得他差点没能上学。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正在老爸的办公室给他整理招生资料。他是那年的招生主任，见报了名，却迟迟联系不上新生，也很急。出于对女生的同情，还有老公的怂恿，我就自告奋勇去白家捞人。为此事钱也花了，人脉也用了，可得到了什么？我恨得磨牙，恨不得打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顺带锤死赵志远。我开始忍不住地怀疑，他俩是不是一早就勾搭上了？为了让我乖乖离婚，就给我下了再也生不出孩子的药。你也别急，他俩的事我已经叫人去查了，如果查到有夫妻事实，就能起诉他，判他个重婚罪。你们夫妻俩账上的流水，你签个字，我就能去银行调出来。发小对我一直很关照，我自然千百个放心。好，这件事就麻烦你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不停地想着一会儿怎么和赵志远对峙，怎么扇他2耳光，拼命扯他的头发。但是理智阻止了我。爸妈已经回老家养老了，如果这时候我闹起来，指不定赵家一家人能揍我一顿，还能开始销毁各种证据。这年头，媳妇被出轨的老公一家打死的新闻不少，但就此放过他们，我又不甘心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准备报复他们。第一件事就是在客厅、主卧、卫生间安装微型摄像头。第二件事，我打开微信，拨了个电话给白淼淼。电话那头很快传来娇美的声音：“于姐姐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刚好我也很想你了。曾经，我也当她是亲妹妹看待的，可惜我拼命忍住怨恨的情绪，亲昵道：你不是一直想要经济独立，所以才炒虚拟货币，还让志远带你的吗？他哪懂那么多呀？我才是经济学硕士啊，不如我教你呀。”白淼淼立马答应了，还说要来吃晚饭。赵志高一听说白淼淼要来，还让婆婆多炒了2个硬菜，自己则是去了小区门口。他还说大晚上的，妹妹走夜路不安全不是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心想以前我上班那会儿总是加班到夜里，咋就没见你接过几回呢？但我已经不在乎他的所作所为了。常言说得好，一个女人一旦对婚姻失去希望，就会变得冷漠而理智。而我要做的第3件事，就是用自己做诱饵，引他们入局。饭桌上，婆婆最先开口：“小鱼呀，你多喝点鸡汤，对身体好，能生娃呢。你们年纪不小了，可不能再耽误下去了呀。”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眼睛忍不住地往白淼淼肚子上瞥。她大概以为我想让她帮忙解围，于是娇声道：“阿姨，你不知道，现在丁克的人可多了，你闭嘴。”婆婆恶狠狠地打断她的话，然后转头审视了我一番：“你可不能学00后啊，他们太自私了，连孩子都不要。你要是学他们，可是会被你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四舅瞧不起的，到时候连累我们老赵家抬不起头来做人。”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我笑着放下筷子，摸着小腹说：“我昨天去妇产科检查过，已经怀孕了7周。我之前没注意，还以为是月经紊乱呢。”婆婆猛地扔下筷子，高兴地连连问我：“真的吗？是男是女？”我笑着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打印的假单子：“妈，这事还能有假吗？我瞒着你们，就是要等妹妹来，一家人都齐了，再说惊喜呢。但是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。”白淼淼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发白，看我的眼神忍不住浮现出了几分怨毒。只有赵志远还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，
似乎是浑身都僵住了。我心里恨极了，果然是他们这对畜生。想到医生说的断子绝孙的药，我有一瞬间的窒息，但很快就清醒了，抓住赵志远的手摇了摇：“你高兴疯了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”他一脸要笑不笑的样子，真好。我要当爸了，多谢你，老婆，我爱你。爱，恐怕连一分真心都没有吧。饭后，公婆心满意足地回房休息了，客厅里就剩下我和白淼淼还有赵志高三人。白淼淼看着我的肚子，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，还挺可爱，真叫人想吐。我忍着恶心，和他分析比特币、女仆币等等当前热门的虚拟货币走势，教他怎么结合政策和经济学原理去分析。白淼淼听得很认真，最沉迷炒币的赵志远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我白了他一眼，从陈列柜里拿了一只带飞包，递给眼巴巴的白淼淼：“这是你想要很久的包包，我也背腻了，送你吧。”他面上先是一喜，而后眼里闪过一丝嫉妒的情绪，拿过包包后，爱惜道：“还是姐姐你最好最大方了。”看得出来，他爱不释手，一定会去哪都带着这只包。不过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我在包包夹层里放了窃听器，很小，一般人都不会察觉到。此时临近凌晨，我送白淼淼出门。赵志远主动说：“我开车送她回家吧，这么晚了，多危险啊！”我捏紧手心，如往常一般笑着答应。而后，我站在窗帘后，看两人背影消失在单元楼门口。我立马回到主卧，翻开手机软件，里头传来了清晰的谈话声：“老公，那老女人不会是真怀上了吧？”白淼淼的声音娇滴滴的，透着几分咬牙切齿的意思。“应该不会，那要是我好不容易找来的土方子，我还专门找人做成药丸，换掉了他每天都吃的维生素。”赵志远的声音阴沉沉的。白淼淼安抚了他几句，提议：“反正他也吃了那么多假药了，要不我们再给他吃点打胎药吧？”赵志远迟疑了，呼吸声变得急促起来。白淼淼委屈的声音里带着鼻音，大概已经哭了出来。紧接着还有一阵窸窸窣窣脱衣服的声音：“求求你了，好哥哥，好老公，呜呜呜，轻点！”车子晃动的声音夹杂着水声，还有一道道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。久久才平静。白淼淼喘着粗气，娇滴滴道：“我伺候的你不满意吗？”“怎么会？你都有志高这个儿子了，还有我肚子里这个女儿，还要那老女人生什么？难道你不要我们了？如果要，你就给那老女人下打胎药好不好？我要她一尸两命。”赵志远急忙道：“都听你的，明天我就去买药。”手机里没再传来声音。他们竟然有2个孩子了，还忍不住刚走出小区就做这种事。我又震惊又恶心，索性关了软件。半个多小时后，赵志远回来了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老公，淼淼安全到家了。你对她可真好，我也要对她更好，带着她炒币挣钱。你以前不是不喜欢玩这些？”他狐疑地看了看我。我上前帮他脱了外套，笑道：“现在不同了，我怀孕了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吃穿学习都要花大钱啊。”他没有再怀疑，还给我打了2万，这是我们公共账户里出的钱，你先拿着用。我炒股很厉害，但是很害怕有赌徒心理，2年前就不玩了。现在由我来带着炒币，赵志远很放心。我看着到账的钱，笑着点了点头：“我会带着你们挣大钱。”才怪！我要他们统统倾家荡产。很快，我发现他们感情里的天大漏洞。第2天一早，
我就被蓝牙里啊呀呀的声音吵醒了。白淼淼在那头的声音，比和赵志远滚在一起的声音还要娇媚，一声高过一声。那头男人的声音也很年轻。很好，赵志远被绿了，这可真是因果报应，天地好轮回呀！绿人者，人恒绿之。白淼淼柔声道：“臭弟弟，我们俩的孩子都要上学了，你还要我陪在那个老男人身边吗？”男人陪笑：“宝贝淼淼，我还没从体校毕业呢，兜里没钱，只能先委屈你和孩子了。让那个老东西养孩子，养到上了小学，我就接你们回家。”我无语了。感情这女人揣着赵志远给她的钱，养着小鲜肉呢。白淼淼不依不饶道：“可我们二胎都要生了，还要叫别人爸爸吗？你还有1年就毕业，该找工作了。”男人说：“找工作能挣几个钱啊？好淼淼，你给我投30万，我拿去创业，争取1年挣个200万，过个2、3年就能买个学区房。”可是淼淼表达了对当下创业的不安，毕竟实体死了大片，金融也不是很景气，风险实在太大。男人又哄道：“等赚到钱，我给你买辆宝马 Mini， 再给你公司1半的股份做彩礼。1半股份？公司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再说了，体校毕业就创业，无论是经验还是管理能力，恐怕都没有戏。”看来这男人是个画饼大师。我看那饼又大又圆。下午，我去了发小的办公室。赵志远想伙同他的小情人，要我的命，我的财产，还害得我再也不能生育了。我要他们后悔。发小面色一变，郑重道：“他们真是太下作，太泯灭人性了，的确要好好治一治。不过，你想要怎么做？”我费力压下满腔怨气，冷静道：“白淼淼生的孩子不是赵志远的，我想让孩子和赵志远做亲子鉴定，让他们狗咬狗。但一时半会儿，他们肯定不会将孩子带出门。”发小点头。我想了想，道：“不过白淼淼养了个小白脸，2人想创业。这样吧，我想办法带他们去炒虚拟货币，让他有钱，以便更早地投奔小白脸。”发小笑道：“没错，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只要挣到了钱，小三必会嫌弃色衰的赵志远，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。”接下来几天，我每天都挂着蓝牙，头发放下来遮住耳机，谁都没有察觉我的异样。最近白淼淼很忙，晚上她前半夜被赵志远翻来覆去的疯闹，后半夜就去小白脸那里找回尊严，一夜陪睡2次。到了白天，她竟然还能精神饱满地学习炒币。她投了2万，买了10倍杠杆，也就是能当20万去投资买跌还是买涨，也就是做空还是做多。我指着国际新闻告诉他，近期国外上届巨股放出消息，他名下的所有产业都可以用比特币来交易，那么比特币一定会疯涨。白淼淼半信半疑，买了涨。果然，第2天早上翻开一看，它的增值了10几万。他高兴疯了。但我没告诉他，若是买错了涨跌，一夜之间所有的钱都会化无乌有。因为杠杆原理是，他投了 N 万元，一旦亏空了 N 万元，又没有及时补仓，他的钱就会直接亏完。而挣了钱，他靠杠杆挣的钱，要给部分作为平台的佣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常说，你可能挣到钱了，但是庄家绝对不亏，只会赚得更疯狂。金融市场直接关联大资本，因此一直如此可怕。而且炒币很容易上瘾，做空头还是多头，说到底就和赌博是一样的，稍有不慎，前一脚还是天堂，后一脚就得直接跌进地狱了。
我要的就是他们迷上这种软赌博的感觉，而后一起死在地狱里。在炒币市场玩杠杆，一则要赌眼光，选择长线还是短线的做空做多；二则要看个人的资金。借助炒币啊，我们可以选择100多种虚拟货币，而赵志远和白淼淼越来越迷信比特币。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在金融市场只会鸡飞蛋打。赵志远说，都说比特币是比对着美元和黄金走势做的涨跌，还是这个最靠谱。要是再早10年就好了，如果我那会儿买，花个几万，现在身价都破亿了。白淼淼听得心花怒放，两眼放光。我美滋滋地看着后台的货币量，短短2天时间翻了10倍。那是现在比特币要是再硬挺一些，翻倍不成问题，我们只要持续做多就成。通过10倍杠杆，我们的钱会翻20倍。赵志远有些犹豫，他到底是炒过股的，知道做杠杆的风险。但是白淼淼已经陷进去了，轻软着声音道：“姐夫，你就买个50倍杠杆嘛，到时一下涨个500万，你都能自己买房了。”买房？我心中冷笑。50倍杠杆就是他们投的钱原本可以支撑50分钟的破产，但因为杠杆，1分钟就能叫他们破产。若是加仓，倒还是能再撑一段时间，他们可没钱。我很清楚，赵志远的口袋里也就10万块了，其他钱都在公婆那里收着呢。当下，我主动把全部身家30万现金流投了进去，笃定道：短线持有比较安全，毕竟我们投了这么多钱。这样吧，明早再抛售。他们双双点头，兴奋不已。第2天，白淼淼的户头多了40万，赵志远的户头多了200万。志远，你把这些钱都存我户头吧，以免这个老女人到时离婚清算财产，你还得给她1半的钱呢。赵志远不答应。白淼淼就开始哭诉自己一个好学生，却为了他当了几年的小情人，没名没分的生下了孩子，过得多苦。撒娇、服软、扮可怜，这一套小三标准动作，可算是被他玩明白了。但出来做小三的，大多都没有长线投资的眼光，白淼淼也不例外。赵志远和他缠在一起，这日子啊，只会过得更糟。赵志远耳根子软，只好说：“那好吧，但是这些钱你可得藏好了，免得家里那个闹翻天。”哎，我现在看见他那张老脸都觉得恶心，我听得心都死了。这就是我自己选的好老公。当初放弃了家庭更好、工作更好的相亲对象，选的24孝好老公。两人又腻歪了会儿，赵志远才离开白淼淼那里。白淼淼立马给小情人打了电话：“宝贝，你快回家，把孩子也带回来。那个老男人今天不会过来了。”10几分钟后，我就听到了熟悉的男声：“宝贝淼淼，再辛苦你陪那老东西一段时间。我最近已经注册了公司，叫蓝田威股份有限公司。”白淼淼高兴坏了：“是吗？那接下来就等公司开户了吧？”男人亲了白淼淼好几下，才说：“是啊，我明天就去银行开户。但户头里至少要存500万，别人才相信我们公司的实习，给我们单子做呢。”白淼淼吃惊道：“不是说好30万吗？”男人哄道：“多投一些就能多赚些。再说了，你现在玩炒币，挣这么多钱，放着也白费了。不如投资我们自家的产业，早点和我住上豪宅呀。”我不禁感慨，这人的饼真是越画越大了。但是白淼淼碍于孩子，只好把钱转给了男人。深夜，耳机那头传来白淼淼均匀的呼吸声，而后还有男人很小声的哄人声音：“
宝贝柚子，你放心，你给我投50万，等我把公司做起来，就带你回去见父母，打算结婚。你放心，你给的投资，我会加倍给在你的彩礼里面。而后男人挂了电话，又打了几个电话出去，算下来，他得有5、6个情人。我想了想，这男人是在玩杀猪盘呢，利用女人爱慕的心理去收割他们的钱包，事成之后立马抽身逃走。从前杀猪盘往往会盯上性子弱、好骗的女孩，后来反诈出来，他们就换了人选，主盯小三群体。白淼淼这次恐怕要栽进杀猪盘坑里了。钱是好东西，能壮人胆。过了几天，赵志远和白淼淼已经开始慢慢学会分析货币的涨跌趋势，慢慢也就疏远了我这个领路人。赵志远甚至大胆到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夸白淼淼，两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小动作不断。我早就不在意了，我在等一个时机，一个虚拟货币爆雷的时机。因为我在投行工作的朋友打来电话说，炒币的大老板已经跑了，连带公司都搬去了海外。很明显，政策要收紧这一块了。资金的良性循环不能一直放在金融里，得放到实体里，才能鼓励创新，让普通人的口袋里有钱。但这消息，投资小白的白淼淼没有门路知道，赵志远则是已经赌上瘾了。当晚，赵志远开车送白淼淼回去的路上，豪气道：“我们挣了这么多钱，很快就能摆脱那个老女人了。从前他们都说我是凤凰男，现在我终于能硬气一回了。”白淼淼附和道：“你也别生气了，最近婆婆也知道我生了男孩，认可了我，给了包了2万的红包呢。很快我们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2万，可真是大方。当初我结婚，赵家都没出过彩礼，我心里极度不平衡。婆婆知道了这件事，还瞒着我，亏我心疼她熬成婆，拿她当亲妈一样看待。好啊，赵家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人人骨子里都这么自私恶毒。淼淼，明天我就瞒着那老女人说出差，然后你带儿子出来，我们去逛迪士尼吧。儿子生日，我不好每年都不在。白淼淼犹豫了片刻，答应了。我听得想笑，孩子认不认赵志远这个爸，还是两说呢。他怕是要一厢情愿了。下午，我给发小发了一条短信，明天下午2点，在迪士尼门口等到我老公和白淼淼，他们带了个孩子，麻烦你趁机拿到孩子的头发，去和我老公的做个 DNA 比对。发小发了个 OK 的手势。现在亲子鉴定技术很成熟，发小找到专业机构，傍晚就给我送来了报告结果。果然，孩子不是赵志远的。他喜当爹这几年，等哪天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，恐怕滋味不好受啊。在此之前，我要趁着离婚冷静期正式实施之前，摆脱这一家子的人渣，免得他们狗急跳墙。凌晨1点，赵志远回来了。我坐在客厅，将今日准备好的资料全部摊开在桌子上，冷冷盯着他：“你出轨了，我们有过婚前协议，你得净身出户，否则我就用重婚罪来告你，一告一个准。”赵志远3两步走过来，拿起照片看了半天，脸色铁青：“你算计我？”我冷嗤：“乱搞这种龌龊事，难道是我按着你的头逼你干的？”赵志远两眼通红，举着手，作势要打我。我将脸挨了过去，冷嘲：“打呀，你敢打，我就用所有积蓄请最好的律师，告得你牢底坐穿。”你……他突然就冷静了。好，离婚可以，房子归我。你做梦！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爸妈出的全部的钱，
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。有本事你就去打官司，但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”赵志远咬咬牙，还想说什么。婆婆听到动静，走出来，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，而后拉着她的宝贝儿子说：“咱以前人穷志短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别再受气做倒插门了，你还有另外一个家呢，离就离了吧。”赵志远垂头丧气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我狠狠地松了一口气，但白淼淼还不知道这件事，我正好可以打她个措手不及。白天，小白脸在她屋里睡呢。我发了个短信给赵志远：“你去白家看看，会有惊喜。那个惊喜会绿得你发慌。”晚上7点，我在蓝牙里听见怒吼声：“白淼淼，你竟敢背着我和其他男人好上了！孩子不是我的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份报告是怎么回事？”报告我是离开夹在离婚证里的，想来赵志远刚看见就去兴师问罪了。可白淼淼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还往屋里叫了一声：“亲爱的，你快过来，老东西要打我。”“老东西？打你？”赵志远气得声音发颤。我听得想笑，报应终究是回到了赵志远头上。自己都30出头的人了，还好意思说比他小1岁的我年纪大。现在别人说他老，他终于能感同身受地感到羞辱了吧？那头很快传来打斗声，赵志远破罐子破摔，和白淼淼奸夫一起进了监狱。被拘留了几日后，白淼淼才得以出来。赵志远恶狠狠地警告他：“我给你的钱全部还给我，否则我要你全家都没好日子过。”白淼淼不搭理他，不是不想搭理，而是没工夫搭理，因为小情夫跑了。他一连打了1上午的电话，那头都是无人接听。此刻他才想到自己被骗了，他崩溃的大哭。赵志远冷哼：“活该！你敢给我戴绿帽子，你不会有好下场。”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电子货币爆雷了。我的钱，我的300万通通打水漂了，我连补仓的机会都没有，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害我蹲大牢，错过了抛售时机。他悲痛道。白淼淼破罐子破摔：“有本事你打死我呀！当初你不也出轨了，不也觊觎别人的钱吗？现在倒是有脸说我了。”2个人开始掐架，言语间他们大有弄死对方的意思。后来那头的监听器没电了，我也就懒得再管他们那摊子烂事了。不过我有听熟人说，他们还是扯正了，不过一个天天被打，一个隔3差5就因为家暴被请去喝茶。看来这辈子他们都只能过得鸡飞狗跳，不得安生了。这大概就是小三和凤凰男的下场吧。后来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文案，配图发在了抖音上，一下子他们又火了，于是在城里过不下去。听说没多久，他们就搬回了老家川省，回到了他们最初的位置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